哥指森，槽点好。当我第一次拿到德贤景致的剧本的时候，我被其中有一点神经质的一些台词给吸引了。拍电影，我觉得就不是一个容易的事情，尤其蓝小龙的剧本的战争片特别难拍，但是呢，它又有魅力。我是有些颠三倒四，但大师，我是想得放下你。最后的那个反击，为的不是自己，也为的不是说在屋檐底下的自己的家人，而是千千万万我们的后代。它是你忍耐也好，奋起也好，懦弱也好，怒吼也好的一切的支柱。我觉得家就是血脉，这是最后的底线。我觉得就是让大家看到以后我出演的作品有进步，最好的回应就是以作品说话。所以大家可以在德贤景致里面去看看能不能找到这个答案。怎么讲呢？我们都知道孔圣有一个电影梦的，然后我们在一起想把他的这个梦给圆了。人民日报新媒体的网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在场，我是于欣欣。最近电影《德贤景致》正在热映，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了电影的3位主创，分别是孔圣导演、编剧蓝小龙老师，还有演员肖战。那来和我们一起聊一聊电影背后的故事。欢迎3位老师。先来和我们人民日报的网友们打个招呼吧。大家好，我是导演孔圣。大家好，我是蓝小龙。大家好，我是演员肖战。我们也知道这次的电影是孔导和蓝老师时隔多年，继《生死线》之后又一次合作抗战题材的影视作品。那是什么样的契机促成了2位这次的合作呢？我记得是2010年的时候，我正在三亚等着过春节呢，然后胡洪亮突然给我来过电话，说你能不能来宜昌一下？我说我要过节了，我不去了。有一个电影，然后那个在宜昌，我跟胡洪亮我们都有一个怎么讲呢？我们都知道孔圣有一个电影梦的。那次是孔圣在济南好好的过他的春节，我们2个人就跑到了宜昌，然后我们俩到宜昌的第一天就碰上了下雪，千山鸟飞绝，就那种完全是那种唐朝的那种七言绝句描述那种感觉。然后你想我从三亚过去，我还好，我带了一条秋裤，胡洪亮连秋裤，胡洪亮穿了单裤，站在那个悬崖上面，长江旁边，然后噔，好美啊，很有画面感，很有画面感。我觉得我们真的刚开始这个契机就是我们这个有一个朋友有一个电影梦，然后我们在一起想把他的这个梦给圆了，而且我们也会把这个梦当做我们的梦，就这样。所以我说有意成全一切了。那有一位朋友，其实那个生死线之后呢，生死线的过程本身也是一个很虐的过程，但是呢，被虐比快乐的，总有机会想再合作。这不有了这个宜昌这个事情，宜昌的事情中间剧本出来以后又搁下了2-3年，前年也是春节的时候，突然想我们这个电影还是要拍。想了一圈，那还是要把这个蓝小龙这个戏要拍了，因为当时我们的印象太深了，当时也做过一些筹备和准备，因为其他的原因放下了。再想拍电影的时候，回过头来还是想这个项目，所以就这么成了。那咱们的片名叫《德贤景致》，有一些网友说这个片名乍一看它不像一个战争片的名字，从最开始的宜昌保卫战到现在的德贤景致，是为什么会给电影最后命名为这个呢？有没有什么想要通过片名或者电影想传达给观众们？其实我觉得一个片子的名字有没有意义，我们对片名有一种诉求，就是说这个片名能够吸引更多的观众看戏。然后，但其实还有一层意义，就是说一个片子的名字，它的意义其实是这个戏的内容赋予它的。我们这群干活的，其实本能的会倾向于第2种意义，就是这个名字有没有意义，是它的内容赋予它的。所以我们这个就是所谓的网上说的4个姜总，就这么姜总坚持。我们非常希望观众看完这个戏以后，觉得这个名字这4个字对他们有一种新的意义。相比之下，我觉得我们在这里坚持这个法微不足道，观众的感受是最重要的。其实反而也是一种匠人和匠心的体现吧，就和咱们这个片名是有一个呼应的。对，这4个字说真的是，
是我其实觉得不仅仅是我们啊，是干我们这行和干很多行业的人，其实特别想要有的4个字：得闲、景致。而且最重要的，你得闲的时候，你还能够景致，3重意义。那也想问问德贤本人，关于《德贤景致》这个片名，你是怎么理解的呢？其实一开始我自己的理解，包括我在拍摄的时候做的一些采访，然后那些物料也放出去了，大家也都看到了。我说的是，属于德贤的严谨的制造。但是其实当我第一次然后看完我们的成片以后，我突然有了一些新的一些理解。我觉得德贤更多的时候是当下属于老百姓的一种对安居乐业、安稳生活的一种渴望跟向往，对于侵略者来袭的时候，大家的一种本能的抵抗。所以德贤景致，我觉得更多的是在我心里面目前是这个意思吧。那德贤他是一个普通的钳工，这个角色身上到底是什么样的特质最初吸引了你想要参演？我觉得当我第一次拿到德贤景致的剧本的时候，其实我反复读了好几遍，我被其中一些有一点神经质的一些台词给吸引了。我说实话，我看到你对德贤的评价是颠三倒四，对，为什么会用这个词？有一点颠三倒四，包括在剧中他自己的那个台词里面也说，我是有一些颠三倒四，但是大事我是拎得清的，大方向我是知道的。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德贤的一种特质吧，小莫的一种特质。有话不好好说，我们经常在拍的时候，导演也这样说蓝老师的剧本里面的人物都是有话不好好说，但是恰好是这样的一种微微的一种神经质的一些台词，我觉得反而凸显了我们这个戏的一个特质。他是一个很鲜活和立体的人。没错。我其实把这个词儿我给定义一下，我自己的定位，德贤，是一个受过巨大的心灵创伤的暖男。暖男，我对暖男的第一标准，并不是说你平常多么呵护别人，而是你从来不把别人当做一个情绪垃圾桶。所以他心里有再多的痛苦，你不会去跟别人发的，对不对？对，宁可跑到山上吧，对，把自己给臭骂一顿啊，但是不会对别人发泄。那从编剧和导演的角度来说，肖战饰演的这个莫德贤这个角色，有给你们带来什么样的惊喜吗？你先说。别老想不说话，你知道吗？首先，我觉得肖战给自己带来了一个惊喜，因为他的努力，这非常重要。再一个呢，我觉得肖战一开始他的态度就是很积极的。另外怎么说呢？我觉得肖战有一颗特别单纯的眼睛，一双，在这里边他能够就符合了这个德贤这个人物。我觉得这个人物就不要特别复杂，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很纯粹的，很纯粹。对，梁老师，我跟肖战见第一面，实际上是在开机前几天才见，在宜昌见的。我就按我刚才那个定位，所以老何跟我说肖战，然后就见一面，然后这个第一眼暖男这种我不担心了。我们聊了几句以后的我们的判断，他是一个非常专心的聪明人。跟这种人你反而是不要多说了，你说太多了的话，反而会对人家那个表演啊空间造成障碍。所以我觉得我要去算的话，我们在这个全戏，我跟肖战聊这个关于莫德贤这个角色，我觉得加在一起不超过20分钟应该。他自己的空间，他自己去发挥。因为就那一次见面，我觉得没有问题。而且相比之下，反而他跟我女儿教我女儿画画，他教了2小时。那教小朋友画当时是？其实也没有，其实感觉跟您的女儿，其实我们岁数还相差挺大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交流起来好像也没有什么障碍，没有什么代沟。我说他有孩子气的一面。对，然后我们讨论到动漫啊，讨论到一些设计啊，一些审美啊，其实就是滔滔不绝就聊起来了，像朋友一样。对，我中间有几次想插嘴，我都闭嘴了。我一看，他们挺开心的，他们俩都挺开心的，让他们开心吧，那就。我看肖战跟那个片中的儿子等贤，好像在片场关系也特别的好。是，因为毕竟在拍摄的时候真的是父子之间的关系嘛，所以在片场一有时间，我就会跟他在一起，然后让他坐在我腿上啊，然后逗他玩啊什么的，熟悉一下。
孔导有一个电影梦。那我看您之前的采访啊，有说本来是想拍一部简单的电影的，结果特别难拍。这个特别难在哪儿呢？首先，拍电影我觉得就不是一个容易的事情。如果拍一个战争电影，我觉得那就太难了，因为我是拍过，从生死线、战长沙，拍了以后，我拍完生死线的时候，我说不要再给我这样的戏拍了，我说我一定要休息一下，找个简单轻松一点的，拍个大酒店啊，拍个什么的，那多好，天天在那里炸呀。尤其蓝小龙的剧本的战争片特别难拍，但是呢，他又有魅力，就有点我刚才说了，我说就选了半天，就觉得还想拍这个东西。可是我知道难，越读剧本越难，越要进入工作越难，确实很难。它和电视剧相比，电影和电视剧有什么区别吗？都是战争题材。从讲故事上其实是有些相同的地方，但是它要求的细节更要真实，因为它屏幕大，每一个东西都要看得很清楚。再就是制作上，但电影有个好处就是它可以一天就拍几个镜头，不像电视剧我一天要拍好几场戏，这个是不同的。要求更严格嘛，这个我的个人理解。那刚才也说到了难啊，还想问问肖战，你是重庆人，但是在片中德先是一口流利的南京方言，这个口音的变化对你来说是挑战吗？我觉得肯定是一个挑战了。其实，在拍摄的过程当中呢，特别好玩。我们这个戏里面大家都说了一些方言，然后很多人就是说重庆话，然后恰好我一个重庆人，我不能说重庆话，所以我在片场的时候我心痒痒啊，我听着他们说重庆话说的不标准，我就想说，哎，你这个不对，纠正。对，纠正。然后还有一个重庆人得说宜昌话，对，然后依然要说宜昌话。所以再回到南京话的时候，从一开始就有一个老师，南京话的老师，然后每天会有南京话的一些课程，然后跟着他一起上课，然后在拍的时候，反而是进入拍摄以后，跟导演探讨，导演是觉得说不用说的那么本土跟古早的一些南京的那种方言，所以后面其实说的是带南京口的普通话，所以也还行，就是化解了一些南京话带来的一些难度。那饰演这个角色，你觉得最大的挑战是什么？或者说它的难度系数有多大？我觉得最大的挑战，就像刚刚蓝老师说的，这个人物在那个年代、那个特定的环境下，他所有的经历，他经历了这个战后的创伤，他的一些后遗症，我要怎么在片子一开始就他已经经历他之前经历过的那些东西，我要带到这个人物里面，带到这个电影里面展现给大家。然后他是长时间的处于那个比较神经质的，他比较敏感，然后比较惧怕、害怕的那个状态里面，怎么去呈现？怎么跳出来的？对，这个其实挺难的。电影的筹备和创作的过程中，有没有让两位觉得最耗费时间和心力的是什么环节？我觉得还是剧本吧。我觉得因为蓝小龙的剧本是他第一稿大概就9万多字，后来有一稿还11万字。第一稿11万字，反正就非常长。那稿我们废了，然后我们慢慢的最后变成5万字的时候，这个过程用了真的是哪怕重新启动的时候还用了1年，将近1年。拍摄倒是拍摄很艰苦，因为这戏就一开始就知道它不好拍。拍摄的过程虽然艰苦，但是还好，它是大家共同努力一点点往前进。最耗时的还是剧本，我觉得最好是剧本。蓝老师觉得呢？就像老孔说的一样，刚开始本能的觉得是要做一个很大的一个戏，但其实就是老孔说的那个11万字的剧本，在写完以后，反正我是其实比老孔的更加强烈的意识到，观众不想看一个全景式的沙盘，没有必要，所以彻底给废了，重新开始的，就留下来一门炮和一个莫德贤，一门炮一个莫德贤。然后后来老孔在拍的时候还在想，我能不能前面有那么多的
有一个那么厚的剧本，我能不能把里面的一部分放到这里面来用？我想都不要想，完全两种风格的东西。我觉得我们到最后都喜欢这个现在拍摄的这个版本。对这个问题也一直很想问一下两位啊，就是确实整个抗日战争这段历史特别的沉重，或者说它其实是一个特别复杂的，为什么会选择用一个普通百姓的这个视角和故事来讲述这一段沉重的抗战历史呢？你讲，你先讲。我是学戏剧出身的。今天的戏剧定义是，戏剧就是表演与观众的同步交流。然后如果某些喜欢这个德贤这个戏的观众，他可能会感受到我说的这个东西，他就是保留最后的那个最基底的需求。而我们现在做的这个故事，我觉得是怎么讲呢？这就是我们的方向吧，是不是这样，老公？差不多是这样的。因为我们一开始就没有选择这种正面的大规模的战争，就是用了，其实这一家人逃难过来，这是一个虚构的人物和虚构的一个镇子，虚构的这一家人，但是他的背景是真实的，从那个迁都重庆到宜昌，到宜昌沦陷，然后他们再一次离开，去到山里，他为了这种戏剧的假定性，给了一个似乎像桃花源一样的地方。就是有3年的这个这几十户人家成功的躲避了战争，但是后来侵略者又打破了这个宁静。他就是想通过这个普通人在战争中的状态来表现这个对这个战争。你只有用这样一个很小的故事，你才能跟观众达成交流，然后才能跟他共情，然后才能同步。差不多就是这个，所以我们必然会选择小到最后完全把原来那个全景式沙盘给放弃了。那刚才孔导也提到了一家人，来问问我们的肖战，对于莫德贤来说，家它意味着什么呢？我觉得家就是小莫的一个精神支柱，我觉得也是支撑他走到最后绝地反击的一个决定性的因素。就像我们最后小莫在台词里面说了，其实他最后的那个反击为的不是自己，也为的不是说在屋檐底下的自己的家人，而是千千万万我们的后代。所以这就是刚刚2位老师也说到了以小家见大家的一个精神吧。我可以这么理解吗？就是其实对于莫德贤来说，家它其实是有一点执念在的。那这个家如果对于肖战本人来说，你对于家的印象或者说记忆的是什么样的场景？对于我来说，可能跟我的成长环境有关。我觉得我的家对于我来说，它就是一个避风港，是一个堡垒。我觉得我是一个比较传统的一个中式家庭长大的一个孩子。我觉得无论我走得再远，家对于我来说都是一个避风港。再问问2位老师，刚才也说到了，从百姓们最一开始他其实是恐惧的，到后来能够绝地反击，能够同心的去抗敌。2位老师觉得家对于普通的中国人它意味着什么？可以说它是植根在大家心中的这么一个内驱力和精神支柱吗？它是你忍耐也好，奋起也好，懦弱也好，怒吼也好的一切的支柱。我觉得家在中国人的概念里，就是东方人可能更重要一点。他觉得家就是血脉，就是一个家族的延续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只要这个家还在，就是我们就像他说有一个避风港一样，这是最后的底线。贝子太爷逃难，太爷就代表了家。后来在宜昌又安了一个家。又到了各者镇去建立一个家园，就是这个家是始终在中国人心里可能就特别重要，而且，郎老师特意让让太爷背的那个牌位，就是背的像这个家里的根，这一切我认为中国人能够几千年这么延续的这种生生不息。其实我觉得这个不管是太爷也好，还是德贤也好，这2个人心里面都是存着死志的，都是想死的。但是你为了我得活下去，我为了你得活下去，拖家带口嘛，
原来问我宣传有了拖家带口，朝天坐好。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反而这个家越滚越大了。然后结果又有了老婆，又有了孩子，这个拖家口越，就是说我本来已经这个世界对我来已经完全没有意义了，我就想那样一了百了了。但是他后来又对我变得越来越有意义了，那我该怎么办呢？我们也关注到啊，整个片中其实有一个场景反复出现，就是灶台，外面是兵荒马乱的，这个灶台一直在生火做饭。就像刚才孔导说的，其实反而是中国人在面对一些困境的时候，他始终会有的一种状态。我还记得就是肖战在里面有一句台词跟太爷说的，说你就是家，我就是家。我难受，我的家了，有啊，我就是家，你就是家。那三位有没有对整部电影中印象最深，或者说最打动你们的场景，或者是某一个细节？多少年前剧本的第一稿的时候，我就对这个打那个苏罗通的时候，每一个人上去的人都要啪被下去，然后梆下去，震得口鼻流血。你剧透了。哦，我剧透了。他们是看过的，他们是看过的。我对这个印象特别深，也是过了好多年，想拍这个东西的时候，也是对那个还是很深刻的。其实我也是对那个画面特别的印象深刻。那如果还有其他的话，我觉得太多了，真的太多了。包括小莫在山上他自己的内心的那一段呐喊，然后包括他们刚到那个歌止镇的时候，村民一起建设歌止镇的那个画面，然后到后面歌止镇然后被侵略者来袭的那些惨境的这样的一个对比，都让我觉得印象很深刻。我在最后说，是因为这个事情我有一个很大的怨念的，因为我看的那个初剪的素材的时候，特效还没抹掉，然后有一个那个小莫站在山顶上的那块吼的镜头，那个特效还没剪掉呢，对面是现代的一层层的高楼大厦，然后高架桥，正好一辆高铁吱就过来，我是一个泪点特别高的人，所以基本上这戏我是属于我这种观众是属于不流泪的观众，就那会儿一下就眼泪就出来了。他一种穿越时空，然后我就跟孔森跟侯凤亮磨啊，那块不要去掉，我们就留着。然后他们就观众怎么办？我说告诉观众，我们把这忘了。可以再做个彩蛋。其实我后来都把孔森给说动了，但是后来他们还是给去掉了。那是最打动我的一个镜头。其实这两天有一句话，观众的留言也特别的打动我，说其实我们不是观众，我们是幸存者的后代。这句话真的非常打动我。对，这是他想表达的主题。他那一下那个高铁过来的时候，而且你刚从自己家里面那个让他真的不知道该死还是好活还是好的那么一个空间出来骂自己两句放松一下，然后那个一个现代的世界突然之间一下交错，然后我就破防了。好想留，对你这个解读确实是非常正确，就是观众要解读起来有点难。我们很期待能看到这段放出来。我觉得观众的但是我们为此吵了一大架的。就是我觉得你要相信观众的理解，你没有问题的。可以要彩蛋，期待一下。那也刚才说到了，两位老师刚才都提到了说在就是山顶上的那段怒吼，我还记得那段台词好像是反正都已经这样子喽，那就这样子吧。这句话其实在前后出现过好几次。那肖战是怎么理解就是他说这句台词前后的一个成长和变化呢？我觉得这是小莫的一个口头禅啊，就这样子不，反正已经这样子喽。就是很多时候他对于在这个大时代的洪流里面，他作为一个小人物的一种无奈也好，或者是一种痛心也好，然后再到后面他自己的一个转变，从一个想要去守护自己的家园的这样的一个人，成长到了一个我必须要挺身而出去守护我的家园这样的一个转变。所以我觉得台词也做了一个变化，到最后的时候他竟然说出了凭什么要这样子，就不这样子，就是为那个来做了铺垫。对，小莫是一个很面对现实的人，然后这3句话每一次出现的时候，他面对的都是一种现实。直到他最后，凭什么这样的？对，对。刚才也说到，咱们就是给歌止镇重建了一个家。我们今天呢，也把当时的这个道具德仙景致的章给大家带来了。那肖战在看到这个德仙景致的这个章的时候，是什么心情呢？你跟我们分享分享。
看到他，我的第一印象是记起来我们拍这个烙印的那一场戏，要把它，我们真的是把它烧的特别特别红，然后真的是印在了那把椅子上面。那个是我们真的是印的，那场戏也拍了很久很久，因为所有的火候啊，所有的这个印章的高高低低啊，然后导演在那儿调了很久，所以这就可能是我们想要表达的德贤景致，真的很严谨，是一种匠心精神的体现。就是那个撒。对，是的，还有这个当时肖战说，就是哪怕就是逃难的时候，一定会背的，对，一定要背他的工具箱，是这些，对，有没有激起各位老师的一些回忆？看到这个，我就感觉像一群老朋友，真的有这个感受。老朋友见面，今天真的有这个感受。对，然后那刚才也说啊，就是在椅子上有打这个，对我来说印象比较深的是当时，德贤在被那个日本兵胁迫的情况下，他做旗杆，他在那个旗杆上，他都不忘要打上德贤景致这4个字。对，这是怎么样一种就是匠人的坚持吗？对于我来说，其实我有我自己的一个想法，从来没有跟2位老师说过。我觉得德贤在当下在那个旗杆上面去印下德贤景致这4个字的时候，他有没有一种就是一种，因为我要用这个武器来干死你们，就是有没有一种就是宣誓感，或者是有一种宣言？对，宣言，就是这是我德贤做的东西，但是我要用我做的东西来了结你们。就是有这种感觉。有，而且还有那种意思，你把这个东西当做了你生平的最后一个作品啊，对，你想想这是我做的那句台词，用我的骨肉什么撕碎我，再用我的骨肉去撕碎他们，是吧？对，你其实也是这个炸弹的沙滩破变的一部分，说白了就是最后这个章，它是最后这个德贤景致，包括你自己也是德贤景致，旗杆是最后的一个作品。对，我也是德贤景致，要和他们一起去。我是这个作品的一部分。撕了我！再让我的故事撕了他们，让我看看天昏地倒。那如果说德贤景致是匠人莫德贤的标记和印记，作为演员肖战希望在自己的作品中留下什么样的印记呢？什么样的印记？我觉得就是让大家看到以后我出演的作品，大家都觉得有进步。我觉得这就够了。那这次的电影的造型和以往的很多角色还是挺不一样的。你觉得德贤和肖战2个人他本身反差大吗？我觉得肯定有不一样的地方，然后肯定也有相似的地方吧。对，反差大那肯定就是外在的造型啊，比如说他的皮肤，刚刚蓝老师还说，看到你这个样子有点不习惯，剃着寸头。对。然后相似的地方也像刚刚2位老师说的，可能德贤他比较简单，他比较专注，他比较有暖的那一面，然后有血性、有韧劲儿吧。其实基底挺像的，我觉得2个人，你看，暖的，不把别人当做情绪垃圾桶，这点他有吗？有吧？一个专心的聪明人，这2个人物都是专心的聪明人，其实基底挺像的，说真的。那你觉得自己是匠人演员吗？或者说是一个长期主义者吗？我觉得就是一个务实者吧，我一直以来都是这样。我觉得做好当下手头上的事情，跟德贤很像，不去好高骛远的想一些很长远的事情，把手头上的活儿给做好。那也想问问2位老师，就是刚才一直提到的是匠人和匠心嘛，你们怎么认为影视作品中的这个匠人和匠心怎么理解？或者说你们定义中什么样的作品才算好作品？刚才其实我说的那个戏剧概论里面已经包括了，能够跟观众在全场中间产生交流，并且是同步交流的，它就是好作品。因为我觉得任何一个戏啊，观众看一个戏，他为什么要看一个戏？他在寻找一次情感体操，这种交流就是在做这个体操。所以我觉得我们不用去限定什么是好戏什么的，只要达到这个目的，它就是一个好戏。我的认知，老孔可能会比我也严谨。没有，就是是我觉得蓝小龙的一个不说蓝小龙的作品好，就是说一个好的作品，就是除了有一个好的故事，好的主题，要有好的表达，就是作者自我的表达。
这才是能成为一个有意义的东西，才能不是一个简单的就是按照常理来正常拍摄的一些东西。你所谓的匠心匠人和这个就是它的区别就在于要有表达，要有作者表达。对，是的。也看到肖战有说啊，就是更好的肖战遇到了更好的德贤景致。那作为演员，这些年来，你觉得自己身上有哪些成长和收获？那这一次能够和两位老师合作，你觉得最大的感受和收获是什么？我觉得最大的感受跟收获，之前也有很多人问我这个问题，就是你觉得每一年进步了什么，然后有什么进步？我觉得这个再多说，我觉得它是一个很虚无的一个东西。我觉得最好的回应就是以作品说话，所以大家可以在德贤景致里面去看看能不能找到这个答案。也是2025年的最后一个月了，也不知道三位老师对接下来的一年有没有什么期待和展望规划？有什么话想和我们的观众朋友们说的吗？我觉得就是还是顺顺利利，然后希望大家都可以健健康康，然后希望自己也是。对观众想说的是，希望你们都可以在德贤景致里面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一份牵挂。就是这样。我跟那个盯着我催稿的观众说吧，我不想干活，但是我会干活的啊，你们放心。昨天和侯洪亮还在说，行了，这个电影完了以后，他又想再做一个了，我就心里就已经有点就像他一样拍脑袋了。好吧，机会还是好好工作，有了机会就好好做。那也谢谢三位老师的算祝福或者说一些回应吧。今天呢很开心能够跟三位老师在这儿坐下来好好的聊一聊。再次欢迎孔导以及蓝小龙老师还有肖战来到我们的在场栏目。那今天我们的访谈就聊到这儿。更多精彩，欢迎大家持续关注人民日报新媒体。我们下次再见。再见。